那最近好多人觉得现在债券收益率这么高，买债券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馅饼。到底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馅饼，还是一个陷阱呢？啪啪，现在美债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5%，而未来美联储迟早会降息，降息之后呢，债券的价格又会上涨。那我现在买美债不是赚翻了吗？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买债券，其中一个理由正是刚才 Rich 所说的那一个。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投资债券需要了解明白的一些知识，直到大家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投资的决定。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十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回到今天的主题，债券市场。其实我们在之前那个视频里面讲过，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他们所控制的是隔夜的拆息的利率，而我们通常去投资债券的那个债券，一般来说可以是中期的，比如说2年到5年的债券，或者是长期的10年到30年的债券。而在债券市场里面，可以投国家的债，也可以投企业的债。当然，企业的债一般来说风险会高一点，所以看起来他们的收益率也会高一点。很多人的误解就是美联储降息，国债的收益率也会下来。其实这个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美联储降息降的是短期的利率，而整个债券市场就像放风筝是相关的。之后的不同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就是市场的资金的供应和需求来决定的。现在是孳息倒挂，也就是说，短期的债的利率要比长期的高。那美联储降息的时候，可能长债的收益率也会下降，也有可能它们不下降，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债息图。所以第一个误点就是美联储降息，国债的价格会上涨，这不是100%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取决债券的价格是那个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一般来说是中或者长期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搞清楚。那当然，现在有些人会考虑到，如果我买这个长债，现在买的话，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超过了5%，如果我持有到它到期，能够收这么多年的5%的收益，也不错啊。那万一收益率下降了，债券价格上升了，我还有一个资本的增值，那个 bonus 可有可无，有的会更好，没有的话我也能接受。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债券投资可能是一个好的资产配备里面的一个成分。在这个情况下，债券可以是我们资产配备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巴菲特在买3个月和6个月的美国国债呢？那这里的关键就是3个月和6个月其实属于短期的美国国债。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一般来说短债的利率是低一点的，但是因为美联储不断的在加息，所以短债现在也有5%或以上，也算是蛮吸引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旦美债的收益率下来的话，那我们只能拿到3到6个月的利息，之后就没有了。5%的3到6个月，也就是1点几%到2.5%左右，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巴菲特他选择股票的时候是非常的谨慎的，在他没有找到适合的股票之前，手上持有大量的现金，这些现金需要找一个地方短暂的去赚更高的利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3到6个月的美债，而不是更长年期的美债。著名基金经理 Bill Ackman 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帖文，说他停止做空了美国国债。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Bill Ackman 做空美国国债，他是赚了2亿美金。最近的半年里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快速的攀升，美国债券的价格也是崩跌。做空其实有很大的风险，他本人也解释了，在期待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的风险比较大，不代表不再会攀升，
只是这个风险已经相当大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获利离场，把他的利润带平安，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最后也提醒大家一下，投资债券要注意有2个风险。第一个是违约的风险，特别是企业，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开发商很多都不能够偿还他们的债券，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评级机构给债券的评级，每一个评级背后都有一个违约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经济不好的话，违约的可能性可能会大大的上涨，这也会使到债券的价格暴跌。那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就是通胀，因为买债券其实是把今天的钱给了人家，以后再拿回来自己的本金加上利息。但如果这段时间内通胀失控，当我们拿回我们的钱的时候，那份钱的购买力如果是大幅度的减少了，那我们虽然是得到了一些利息，但实际上这些钱的购买力可能还低过今天，所以这2大风险大家要记得了。那你为什么从来不投资债券呢？在传统的投资的认知里面，债券属于低风险给大家低回报的一个投资的工具，因为债券相对股票来说，它的波动会少一点。如果一家企业清盘的时候，债权人会早一点去分钱，股东到最后才分钱，所以可能是血本无归。所以债券的风险要比股票的低，而国家的债券，特别是美国的国债，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无限的印钞票来还债，所以3个月的美债是被定义为无风险的投资。那既然风险低了，甚至是接近到没有，那市场给到投资者的回报也相对会低一点。但是这是传统的教科书里面的理论，我个人觉得债券的真实的风险要比大家认为的要高。比如说，如果你买一个长期的债券的话，当利率上涨的时候，它的债的价格会跌很多。我们看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30年的国债跌了超过20%，所以买国债绝对不是低风险的，因为短债的利率低，很多人是借着低利息的短债杠杆去买更多的长期的债券，希望能赚一个利差。但是当这个利率上涨的时候，他们是亏了很大了。这个也带出第2个学习点，当我们杠杆的时候，我们也是把风险加大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今年的上半年，美国有几家银行就是因为买了太多美国的国债，导致他们录得大量的亏损，最后还引发了存户的挤兑，需要 FDIC 去接管。所以买国债的风险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当中的那么低的。那我个人为什么不买债券呢？最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真正的当国债的收益率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也会有反弹。那我的资金放在债券里面，其实有一个叫机会成本，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只能赚债券的回报，而失去了可能会有更高的股票市场给我的回报，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机会成本。而另外一个就是债券市场基本上是非常的有效的。什么叫市场有效呢？也就是说，所有已经有的信息已经反映在它的价格里面，所以债券市场里面很难找到低过它真实价值的债券。当我有能力在股票市场里面找到那些被市场错杀或者看漏的，但是又有能力增长10倍或以上的股票，那我当然会把我有限的资金放在可以给我更高回报的10倍股里面了。当然，所有东西都需要学习的。如果你没有学过股票的话，就千万不要买，因为股票它的波动很大，而且很有可能会买错股票，到最后就录得很大的亏损，甚至可以血本无归。所以你对投资股票，特别是那些高增长的优质的股票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资讯栏
找到连接，我准备了一个65分钟的免费公益课，来讲解10个关键，如何可以在股票市场里面长期安心的获得超级的盈利。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发表你对债券投资的看法，也邀请大家把今天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人。那我们下次再见。